您说，我以后会怎么样？这我说了不算呢，是李处长把你找来的。你聪明点儿，机灵点儿，好好干，到时候再帮你想办法。谢谢。不客气，忙去吧。来了，没回家？这睡了一宿，回去也睡不好。醒了吗？庄文清身边的人我摸了个底，分析报告。给你看样东西。这个呢是凯瑞斯俱乐部的结构图，你给我讲讲里边的布局。这是大门，从这儿进去是1楼。重点说2楼。对，1楼咱俩去过，2楼的布局跟1楼差不多。这是起室，这是客厅，最重要的是这间房，这是庄云清的书房，一般的客人不让进。面积多大？跟你办公室差不多。也就是说，电报机和航海图都在这个屋。对。怎么样？下巴再高一点。这里？哎，鼻子没那么宽。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就你们2块躲在哪儿，我找不着啊。是，躲哪儿你找不着啊？长了毛比猴还精。你们2块躲我好几天了。我今天来的意思是，咱们3个人有什么话，最好当面锣对面鼓的说清楚。老七不说，我说。啊，你说。我们就是对你有看法。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你站错队了。我怎么站错队了？我们邀你一起加盟抓水手、查卧底，你拒绝。那我问你，你干嘛跟那个李伯涵走那么近呢？我什么时候跟李伯涵走那么近了？啊？抓水手天大个事儿，老谭说了，我能不去啊？老谭让你配合李伯涵，你能不去吗？你能不去吗？你能不去吗？表面功夫总得做一做吧。那我还是觉得你对我和老七不信任。第8局咱们仨最好，这样吧，啊，你们俩要能找着证据把那姓李的定成卧底，我第一个上去开枪把他毙了，那是天大的好事儿，对吧？哎，你觉不觉得他有时候像娘们儿？没错，我也有这感觉。嗨，见过长胡子的娘们吗？见过吗？见过，母夜叉。什么脸的母夜叉？大驴脸。臭小子，你就笑。几位长官，已经画好了。啊。像吗？像，一模一样。搜寻一个身份不明的人，有2个条件最重要：相貌和行踪。这个爆破手已经暴露了一半。齐佩林和孙大图背着自己走得这么远，刘新杰有些震惊。进来。处长，局长请你给他家里打个电话。他不在局里吗？他不在。你去吧。接局长家。喂，我新杰啊。是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谭太太告诉刘新杰，老母亲已经到了。谭中树怎么会突然接母亲来上海，而且还瞒着自己？
刘新杰大惑不解。谭母是自己的义母，谭中树这么做，难道是划清界限的预示？李俊，哟，新杰，你来啦？老太太呢？在里边休息呢，你先进去坐吧。一路上顺利吗？不顺利，又是火车又是轮船的，走了5天，把老太太给累坏了。怎么还坐船啊？是啊，先到了武汉，从武汉到江伦到南京，又从南京倒火车来的。怎么你不知道？他怎么能不知道呢？路线就是他安排的。新杰，你先坐啊。怎么，不高兴了？妈来，你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啊。是，本来是想告诉你的，可确实是来不及了。对不起啊，啊。我呢有我的苦衷，以后再跟你解释吧，啊。哦，对了，老娘来的这个事儿，对外不要声张啊。妈回来了，你应该让我去接，我比别人安排的周到嘛。你这让妈绕这么一大圈子，万一路上累病了怎么办？是啊，我也是刚知道，他们绕道从武汉来的。如果走江西的话，要通过匪区，怕不安全。匪区又不是不能想办法。哦，你有什么办法呀？那总能托着关系嘛。你看，我就怕你来这一套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要小心点啊，跟那边私下做交易，很容易被别人抓住小辫子啊。尤其是家里的事儿，千万不要乱来啊。阿姐，阿姐，哎呦，妈，好多年没见了。刘新杰跪在母亲膝下，他的心一下子空了。那个瞬间，仿佛回到少年时。老母亲抚摸新杰的脸，像从前一样，把他当成自己偏爱的小儿子。看着那个瞬间，谭中树也动情了。可他心里突然有个阴森的声音在提问：如果这一切都突然失去，你该怎么办？为什么约在这儿见面？俱乐部被窃听了，是谭中树安排的。对，看来谭中树对摩西行动还真是下了不少功夫。找到突破李伯涵的机会了吗？没有。他这个人很谨慎，他拒绝了我给他安排的新的办公地点，坚持对他自己的办公室做防窃听处理。连他用的外勤人员都是最新从外边招募的。李伯涵突然回上海就开始忙着找我，那木马计划呢？是暂时停下来了，还是已经完成？照老谭的说法是接近完成，说得很模糊。我想可能是由于你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吧。他们还有机会。说说你的进展。去年6月份，李伯涵新建了一个账户，用来管理一笔数额特别巨大的资金。从去年6月到现在15个月，木马计划历时14个月，加上1个月的筹备期，刚好对得上。也就是说，这笔钱很可能都用在木马计划上。有多少？每个月3万美金，相当于第8局4个月的办公经费。这么大的开支，会是什么项目？这可不好说。武器研发、人员培训，可能性太多了。这样，我先把这些情况上报中央，你再继续侦查。只有掌握的情报越多，才能勾勒出木马的轮廓。好。另外你要注意安全，你现在任何疏忽，都有可能成为敌人的机会。我没问题。情况有变化，原来你一直处在休眠状态，现在你已经开始行动了，所以暴露的可能性也会成倍增长。第8局现在开始内乱了。李伯涵接手以后，齐佩林很不高兴，一直在暗地里跟李伯涵对着干。他也在调查关于你的线索。敌人的内乱倒是可以好好利用，甚至可以把他搅得更乱。
但是一定要保持警惕，注意安全。你有一个人可能要有麻烦。什么麻烦？上次炸车那个爆破手，撤退的时候被人看见了，齐佩林找人画了他的画像。现在各个车站和主要街道都有人布控，你要把他藏起来，暂时不要让他离开上海。好的。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老谭把他妈接到上海来了。什么时候？昨天。怎么？你想加以利用吗？我是孤儿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。你的情况我知道不少。你上初中的时候，你的父母就去世了，你还有个弟弟，过继给了本方伯父，对吧？我们家跟老谭的家住在相邻的2个县，从上一辈子起，我们2家的关系就特别好。我父母去世以后，跟我弟弟分开了。我小的时候一直在老谭家长大，他妈妈拿我当义子，花钱供我读书到中学，最后是他妈妈出钱让我们俩一起去考的房子。老太太还真不简单。所以说，就算老谭不拿我当弟弟，但他妈妈拿我当儿子。接他妈妈来上海这件事儿，无论从2家的关系还是我的职位上来说，老谭都应该交给我去办。但这件事儿，老谭跟我连提都没提。这倒还真有点奇怪。这次我把老娘接来，也没事先跟你打招呼，是不是？啊，就这事儿啊，你做得对。你是独子，现在欣姐也在这儿。前几年是抗战，没有办法。现在这2年条件好了，让老妈一个人在乡下也说不过去啊。好啊，好媳妇儿，真是个好媳妇儿啊。不过呢，你还是应该提前点告诉我。这样我可以准备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嘛。现在市面上什么都很紧缺。这倒没关系，我上新杰去办。还说新杰呢，你们俩的嘴都够严的，他连半个字都没跟我透露。他不知道啊。你连他也瞒啊？不是瞒，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是被动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撤离台湾的事儿啊？记得呀。现在可能要排上日程了，按照我的级别和我的职务，全家都要迁过去。这次把老娘接过来呢，是上头安排的。你不是原来说还要有2、3年吗？怎么突然这么快？哎呀，时局变化太快了。那小熊上学怎么办呢？我本来还想呢，怎么样也要让小熊在上海读完高小啊，等他大一些了，对待新的环境适应能力也强一些了。哎，那你说一下子这么多人过去，那边的学校够用吗？我倒是打听了，说教育机构一块儿迁过去，那总不能让孩子没学上吧？那边气候怎么样啊？台湾是热带，跟咱这边不一样。又潮湿又有疟疾。对了，前2天我订了一件貂皮大衣，本来要送给欣杰，让他送给顾月家当订婚礼物呢。哎呀，这都是些小节。小节不重要吗？在你心里，只有党国2个字，那这些事情当然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了，当然是小节。可在我心里，你知道有多重要吗？你，儿子，咱们这个家，就是我的全部啊！小点声，小点声，别让妈听见。去台湾的话题引起了妻子的伤感，谭中树只好什么都不说了。他不忍看见妻子忧虑，可是他自己的隐忧还远不止这些。
我一直在想，于凤举、郑同恩这2个人是突然被抓的，他们之前各司其职。那么，如果他们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的话，一定会有人替他们完成。这就是我仔细搜查他们遗留物品的原因。我的重点主要是摸清楚他们经常去过的地方，比如洗衣店、杂货铺、旅社、银行、图书馆、车站等等等等。这个区域是于凤举活动的区域，而这个呢是郑同恩。像这样的地方，一共有多少个？将近20个，大部分都是公共场所，2个人出没的地点没有重合的。你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啊。可能是水手组织隐蔽性强，很少受到暴露的威胁。这2个人被捕又很突然，没有来得及掩盖行踪，不然的话，我得不到这些地点。哎，我想知道，像这些地方，你是怎么加以利用的？哦，我派特务在所有的地点蹲守，并且拍照，我尽可能地拍下这些地点出现的所有人。于是，我得到了这些照片，一共是3709张。我除去了在同一地点出现的重复的人，还剩下了2744张。我经过了比对，我昨天发现了这样2组照片。这分别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个是四合银行，于凤举在这有户头。这个饭馆叫实德小馆，郑同恩经常去这儿。那这2个人是什么人？这就是我的发现了。这2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。这个人先后出现在于凤举和郑同恩分别去过的地方，而且2次露面都刻意地改变了衣着，所以我认定这个人有问题。这个人叫周汉廷，44岁，单身。他的身份证件是假的，全上海的户籍登记中根本就找不到这个人。根据你提供的特征，可以下结论，这个周汉廷是水手组织的成员。现在我们手里有了一个活人。这是百盛银行保险箱的钥匙，里面有现金，是我们的活动经费。以前是老于管理的，现在必须要转移。另外，郑同恩做了一批备用的空白身份文件。东西藏在实德小馆厕所的水箱里，你也要想办法尽快的把它们取出来。
先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好。你还有别的事儿？啊，行政通知我，上午去给业余学员代课。怎么让你去啊？他们看我闲着呢嘛。要行政部。接行政部。老廖啊，我是老谭啊。今天的课，齐处长就别去了，让刘处长去吧，这是命令。心情不好是吧？换了我也一样，我也会心情不好。我把你干了一半的工作交给李伯涵去做，你想过原因吗？进展缓慢，失误过多。李处长在追踪这方面确实比我能力强。您的决定我服气。你能这么虚心很好，说明你还能进步，但这不是真正的原因。我想让你去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查卧底。我已经跟档案室和机要股打好招呼了，给你最高权限，可以阅读一切人的人事档案、会议记录，还有案情报告。只要是八局的人、八局的事儿，你都可以查，一查到底。所有部门将配合你，但是有一个原则，要保密，只对我讲。你有什么顾虑吗？这个事儿责任重大，我怕我能力有限。是啊，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，需要耐心、细致，甚至运气。我选你，不是因为你必能胜任，而是因为你最可靠。谢谢局长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助手，我的眼睛，我的耳朵，一切行动由我亲自负责，我来分析和决策，并承担一切后果。局长，第一步该怎么做？先从钱宇开始查起。他不是死了吗？你记住，死人是没有秘密可保的。关于跟踪这一课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儿了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您刚才讲的是跟踪时被对象察觉的应对方法，那请问有没有不被发现的方法？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确保你不被发现，谨慎是最大的保险。你要记住，被你跟踪的人往往比你想的聪明。那就是说，跟踪行动多数会失败吗？要看你的运气和你的本事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跟踪只是手段，目的有很多种。这个咱们留在下节课再说，好吧？啊，这位女生。那在实际情况下，怎么判断是否被发现呢？这个问题我刚才讲过，没认真听吧？认真做笔记，你要认真观察被跟踪者的一举一动，如果他的表情、行为出现任何异常，或者有意摆脱你的跟踪的话，那就很有可能你已经被他发现了。但这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他发现了你，而没有被你发现。那个时候，这次行动不仅变得毫无意义，而且很有可能丧失掉你年轻而美丽的生命。好了，时间到，下课，让我们鼓掌感谢刘处长的授课。现在先用午餐，下午参观电信处最先进的电子侦查设备。老刘，辛苦。我他妈是总务处的人，让我来讲课，这不是胡抡吗？紧张死我了。这个教材写的真好。哎，这帮人哪儿来的？干什么的都有，海军、空军、银行的、商社的、工厂的都有。烦吗？烦。这都是老蒋心血来潮，非要特务工作群众化，简直是儿戏。整天带着这帮棒槌，各情报局参观参观、听听课，就能出去对付共产党。我他妈要是共产党，我就藏在这帮棒槌里头。你知道我一节课下来能知道多少东西吗？嗨，不说这事儿。哎，对了，李处长还在外地吗？回来了。
找他？想去打个招呼。这次授课用的教材还是李处长编的，一直也没机会道谢。李伯涵编的？对。我以为美国人编的，编的真不错，除了文笔差。李处长以前不是带过几节高级班吗？我还是他的学生。对。哎，就是你们那一届还有一个第7局的叫范中长。对，我老记不住人名，因为这个惹祸好多祸。同胞们，兄弟姐妹们，日复一日的贫困和饥饿扼住了我们的喉咙，我们宁愿斗争而死，也不愿苟且求生。起来战斗吧，兄弟姐妹们！我们不能再忍耐了，我们要大声的疾呼，呼喊出我们的意志。我们要民主，我们要民主；我们要自由，我们要自由；我们要民主，我们要民主；我们要自由，我们要自由。反对暴力！31年，钱宇进入重庆特训班第3期受训，32年派往上海成为您的部下，34年底您组建第8局，任命他为机要干事。我认为，对钱宇的调查应该着重在2个方面：第一，他何时被赤化？是在特训班之前，还是特训班内，或者到了上海以后？钱宇32年到34年是我的下线。关于他这段时期，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份详细的资料，我亲自写。至于说组建8局以后和32年之前，他的历史要深挖。第2个方向是什么？第2个方向就是他跟局里每一个人的关系、接触情况，特别是在咱们第8局组建之前，他是不是跟咱们局里某些成员有不为人知的交情？只有把钱宇的历史勾勒得清晰了，才能找出跟他联系的那个人。这2个方向是对的，都可以找。还有，钱宇16日凌晨打出那个电话，也是在你的负责范畴之内的。局长，大埔不是已经做出结论，认为那是一条死线索。你再盯紧点吧，啊！大埔这个人呢，搞技术一门灵，脑子没有你活跃。我建议还是不要放弃。因为这毕竟是能够直接指向这个卧底的唯一线索。明白。李伯涵的档案中有篡改的痕迹。这份档案来自谭中树，篡改的目的显然是掩盖李伯涵的某一段历史，而这段历史应该是谭中树自己足够了解，而又不能让刘新杰知道的。刘新杰想到，李伯涵的专长
就是木马计划的需要。李伯涵的这段被掩盖的历史，很可能与木马计划的内容有关联。喂，哪一位啊？老吴啊，我辛杰啊。啊，刘处长。这么晚了，真不好意思啊。不碍事，不碍事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那个高级班后来有留在安庆的吗？安庆，没有。那杭州呢？杭州倒是有一个，叫什么？叫严基中，严肃的严，基础的基，中国的中。啊，好好好，你等我记一下啊。严基中，我有点事儿，想在杭州办一下。你找他吧，提我就行。哎，你们是哪一年的同学啊？1943年，中央军事调查干部培训高级班。哎，你给他提李处长，他就知道。好好好，那个，咱们今天说那个，你们第7局那同事叫范中长。你看我这记性，老忘。我明天得去第7局，忘了名字不合适。行，就这点事儿，老吴。啊，再见。哎，打扰你休息啊。不碍事。刘新杰把想要的信息隐藏在好几个问题里面，来掩盖这个电话的真实目的。明天他还要找个借口跟吴一安介绍的2个人都联系一下，以防将来万一有人查证。这个阶段他的收获是，李伯涵的真实履历开始浮出水面了。你醒了，来，吃点东西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我家，这很安全。你刚才晕倒了，你记得吗？你的伤不碍事，过2天就会好了。咱先吃东西吧。你是大学生啊？哪个学校的？还保密。我姓周，叫我老周吧。我叫何秀宁。谢谢你救了我啊，老周。你有枪？哦，我看你手里拿着枪的，就是你救我的时候。你是干什么的呀？你也保密？你说你们这些学生啊，放着书不好好的读，整天闹什么事儿啊？我们那可不是闹事儿，那是为了唤醒沉睡的民众。拉倒！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还唤醒民众？赶快吃吧，上午送你回学校。学校被封锁了，回不去了。那我就送你回家。没有家。已经查到了，周汉庭那天去了四合银行，是从这个保管箱里取的东西。这个保管箱是谁的？他从里边取的又是什么？存取东西的时候，银行经理是必须回避的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箱子里是什么。保管箱是不记名的，但是我们在箱子上取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指纹。我们马上叫银行经理辨认照片，证实保管箱的主人就是于凤菊。
我们更加确认了周汉廷是水手的部下。这就清楚了。周汉廷从保管箱里取出的一定是现金。这个于凤举每个月把到账的钱取出来，然后呢悄悄地放进这个不记名的保管箱里。哎，这招很高明啊！啊，不需要出银行就能把钱藏起来。那个饭馆呢？哦，饭馆里他动过这个。水箱里有藏东西的痕迹，但是藏的什么没法断定。现在可以断定，他身上肯定拥有大量的现金，他想找个适当的时候交给他们的组织。哎，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追查到他的上线呢？希望不大。我发现他时已经是取钱的第2天了，在这几天里，他有几次都走出过我们的视线。如果要把钱送出去，他是有这个机会完成。那为什么不贴得紧一点呢？为什么还要给他这个机会呢？周汉廷反跟踪能力特别强，贴得太紧容易惊动他，所以我不敢太着急。只有让他觉着安全自由，我们才能更好地掌握他的行动。要一旦被他发现了，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。你这样考虑也是对的。那你有绝对的把握不被他察觉吗？目前我们对他的控制是松散的，绝不冒险。我假定他会最终察觉，但绝对不会这么快。这段时间我一定会有收获。可你刚才告诉我说，这个人能力很强，他一旦发现自己被监视，他肯定首先切断对外的联系。那个时候他装作不知情，那你怎么办？一旦发现，就不可能再沿着他往下查了。他就是一个死线索，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抓他。但愿吧。还有什么情况？现在还没有观察到他去过什么特定的地点，接触过什么可疑的人。不过昨天晚上，他带了一个女人回家。什么女人？他们回家时天已经黑了，没看清楚。风吹散乱世中的尘埃，我们相遇在英雄的年代，一样不灭的情怀，沉默的期盼，岁月流转了各自的成与败，与舒展黎明前的光线，我们却站在向往的彼岸，一起吞下酒的暖，天国间的海，分了天涯，你和我各走一半，同样是灿烂的繁星，也有不同的轨迹，落在哪里你我都是好兄弟，就算这一次远去相隔千里，我们的心还会再一次靠近，从此后行走的天地又多了一份孤寂，请别忘记你是我的好兄弟，时间笼罩了记忆，荒草萋萋，回眼望去，是我们洒过泪的土地。